你听说过脂肪高就一定要远离它这个说法吗？这个观念坏了太多人。其实真正的麻烦从来不是脂肪本身，而是你摄入的是哪一种脂肪。很多人只要听说血脂数值有问题，立马就把所有含油的食物都彻底禁掉，三餐变成了白水煮青菜，想着这样血管才能保持畅通。结果过了好几个月再去复查，数字反而更高了，整个人也瘦得皮包骨，自己都搞不明白是哪里出错了。你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吗？生活中流传着一种说法，只要坚持清汤寡水，加上一些民间偏方就能调理好血脂，血管就会自动变清透。说实话，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。脂肪本身没有过错，真正出问题的是你选择的脂肪类型不对。有一种水果，它的油脂含量高得吓人，吃起来像黄油一样油腻，一颗的热量接近2听可乐，但它却被很多医学研究证实对血管特别好。听起来很奇怪吧？看起来脂肪这么多，为什么反而对血管有益呢？让血管变好的秘密，从来都不在于你是否吃油，而在于你能不能分清什么脂肪该吃，什么脂肪该远离。很多人到死都没搞明白这一点，白白浪费了保护自己血管的机会。今天我要用最直白的方式，把这个问题从头捋一遍。我看过很多这样的情况，常常在门诊里碰到患者拿着厚厚的体检报告，脸上全是焦虑。他们听信了各种民间说法，把油脂看得像洪水猛兽一样。我还记得有一位来自城市边缘的张先生，他第一次来咨询时已经完全不吃任何油，连最基础的烹饪油都用到最少，每天就是清水煮青菜搭配白米饭。他觉得这样身体才能恢复正常。结果半年后回诊时，数值不仅没有改善，还往上飙了，整个人虚弱的不行，脸色苍白无血色，哪怕只是走路都会气喘吁吁。他反复问我为什么会这样，问题的关键从不在于有没有吃油，而在于吃的是什么油。有些油脂会导致血管壁积累坏东西，但也有一些油脂能反过来帮忙清理血管，帮助血流循环变得更好。搞不清两者的区别，怎么节制饮食都是徒劳。后来经过耐心解释，告诉他哪些脂肪要少吃，哪些要适当加回来。几个月后复查，数值才逐渐下降，整个人的气质也明显改善了。这样的例子在我的工作中反复出现，也是我一直想分享给大家的东西。今天这个内容主要讲3个部分。第一，脂肪也分好坏，不是所有脂肪都会伤害血管。第二，某种特殊的水果脂肪含量超高，却对血管有益处。第三，日常饮食怎样调整才能真的把数值降下来。这3点我会逐个讲得很清楚。如果你想收看类似的健康内容，现在可以点击订阅，后续更新会自动提醒你。普遍存在的一个误解就是有油的东西，血脂就会升高，所以看到菜里泛着油光，不少人马上就会皱眉头，认为这对血管特别不好。甚至有人为了安心，连做菜的油都要减少到最低，出外面吃饭还会专门交代，千万别加油，越清淡越好。事实上脂肪并不单一，从医学角度它分为2个大类，分别是饱和脂肪还有不饱和脂肪。饱和脂肪经常出现在肥肉、黄油还有各种加工肉制品里，这类吃太多确实会推高坏胆固醇，增加血管的负荷。不过不饱和脂肪就反了，它多数来自植物油和特定果类，适度摄入还能帮忙降低坏胆固醇，同时提升好胆固醇的占比，这对血管健康其实是益处。如果完全拒绝所有油脂，反而会缺少身体必需的脂肪酸，也妨碍脂溶性维生素吸收，会降低身体自我修复的能力。长期以往，血脂反而容易出问题，越补救反而越不好。住在城市某处的王女士，50出头，体检时发现血脂偏高，心理压力很大，就按朋友的话，3餐全部改成水煮，连平时吃的坚果和鱼油也全部禁掉，想着这样就能放心。出门也尽力回避所有看起来油腻的餐食。结果半年后复查，数字不仅没降，反而升了，整个人气色变得暗沉，精力明显下降，走路也容易累，皮肤还变得干燥起皮。医生后来给他解释了这2种脂肪的差别，他才意识到自己一直走反了方向。所以单纯拒绝油，不代表血管就能变好，这个理论根本站不住脚。还有很多人觉得坚果和那种绿色水果这些看起来油腻的食物，一定要彻底避免，才能保护血管。
不然就是在伤害自己。甚至看到有人吃，还会忍不住劝阻人家，说这样对身体有害。其实按照卫生部门的饮食建议里就明确提过，适量吃点好油脂来源，对心血管健康反而有帮助，不是让你完全不碰这类食品。这些食物含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，还有各种维生素和矿物元素，对保持血管弹性、促进血液流动其实都有一定帮助。适度食用反而能给身体补充所需营养，不会成为负担。住在某个城市的李先生，因为担心血脂，把这类食物全部拉进黑名单，家里餐桌上看不到任何这样的食物，就连家人想买回家尝鲜他都会唠叨个没完。生活变得很压抑，三餐选择越来越单调，吃的也没有什么滋味，时间长了血管弹性反而变差，手脚总是冰的，循环状况比以前差远了。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，后来医生给他讲解后，他重新调整了饮食，适当把这类食物加回菜单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情况逐步好转，手脚冰冷也明显缓解。所以把这类食物当成敌人，这想法根本不正确。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是觉得问题最开始都不会有太明显的表现，身体不会突然报警，等真的出现了症状，通常血管状况已经相当不妙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旦发现问题都已经是比较严重的阶段。第一个常见的早期表现就是手脚总是冰凉，有时会有酸胀感，这是因为末梢血管循环变差，血液没法顺利到达手指、脚趾这些末端。住在某处的王先生60多岁，这些年冬天特别怕冷，手指常常发白发麻。一开始以为只是年纪大了，循环自然变差，没特别当回事。后来检查才知道，血脂已经高了好一段时间，血管弹性也明显不如从前。第二个表现是走路或者爬楼梯，比以前喘得快，甚至会感到胸口发闷。这说明供应心脏的血管可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堵塞，心脏要更加拼命才能工作，身体就会有这种喘不过气来的反应。住在某地的陈先生58岁，之前爬3层楼梯轻轻松松，最近爬到一半就要停下来大喘气，胸口闷闷的。他一开始还以为是最近太累了，检查以后才明白是血管已经开始出状况。第三个表现是记忆力和思考能力比过去明显变差，脑部血流如果因为血管问题而下降，会直接影响脑细胞获取氧气和营养的效率，思维和记忆就会出问题。住在某个地方的周先生65岁，最近老是忘记东西放哪了，家里人一开始以为只是单纯记性不好，后来才发现他的血脂数值也偏高，才明白这两件事可能是有关联的。第四个表现是眼睛周围长出淡黄色小斑点，摸起来光滑，既不疼也不痒，这其实是脂肪沉积在皮肤下面形成的记号，代表体内的脂肪代谢可能已经失衡好一阵子了。住在某城市的刘先生56岁，发现眼皮附近出现了这种斑块，本来以为只是皮肤毛病，后来全身检查以后才发现血脂早就超标了。第五个表现是容易感到疲劳，即便睡眠充足，精神还是提不起来，这跟血液循环效率下降有直接关系，身体各部分获得的氧气和养分都减少了，自然就容易感到劳累，做什么事情都没劲。住在某处的孙先生60岁，最近总感到懒洋洋的，原本以为是天气炎热的缘故，后来检查才知道血脂状况早就出问题了。按照卫生部的统计，国民血脂异常的比例随着年龄增加而升高，是心血管疾病重要的危险因素。这一点在中高龄人群身上特别显著，而且这个趋势这些年还没有明显改善。国家相关科研机构的研究也证实了，饮食习惯的调整对控制血脂有实际效果，不仅仅只能靠吃药改善，适当调整脂肪的类型和摄入量，对整体血管健康会有正面作用。有的人会说，血脂高了吃药控制就够了，饮食调整其实没什么大用。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，药物和饮食调整两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单靠吃药而放任饮食不管，效果往往会打折扣，而且久而久之，药物剂量可能需要越用越大才能维持效果。有的人还会说，我看起来不胖，应该不会有血脂的问题。这个想法也不对，体态瘦的人血脂异常的比例其实也不少，外表看起来如何，跟血管里面的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对应。很多看起来身材标准的人，一旦打开体检报告，数字也不理想，
这提醒我们不能仅凭外表判断血管状况，定期体检才是最直接掌握自己血管健康的方式。如果你的身体也出现过这5个表现中的任何一个，欢迎在评论里留言告诉我，这样我能了解有多少人也遇到过类似情况，也能帮助那些还没发现问题的人提早关注自己的身体。前面讲了这么多为什么血管会出问题，现在就来说具体该怎么做，才能真的把数值调整回来。第一种可行的办法是，把部分畜肉和加工肉类替换成含好油脂的食物，比如深海鱼和前面提到的那种脂肪很多的水果，都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，能帮忙调节血液里胆固醇的比例，同时还富含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对整体营养补充也有帮助。原理其实很直白，不饱和脂肪能提高好胆固醇比例，同时降低坏胆固醇，让血液里2种胆固醇的天平往更健康的方向倾斜，长此以往，血管壁的压力会减轻，血液流动会更加流畅，心脏不用那么费劲，就能把血液供应到全身，血管也比较不会发炎。住在某处的赵女士63岁，过去每周吃红肉频率太高，3顿饭常常是肉饭配腊肠，体检发现血脂偏高以后，开始把部分红肉换成深海鱼和那种脂肪多的水果，一周计划2到3次，融入原来的饮食习惯。3个月后复查，血脂数字明显下降了，整个人也感觉精力充沛，脸色也比之前红润，睡眠也变得更深沉了。这个方法的诀窍就是循序渐进，不用一次性全换掉，可以从1周1到2顿开始试试，慢慢变成习惯，分量也不用太大，半个到1个就足够了，适量吃效果其实更持久。第二种可行的办法是改变烹饪方法，减少炸制，增加煮和蒸的占比。炸东西时的高温会让食用油产生额外的有害物质，这些物质进到体内以后，对血管内壁其实是额外负担。蒸和煮能保留食材原本的营养，同时避免产生那些多余的物质，长期下来也能减少身体的炎症反应，对血管健康更有益。住在某地的吴先生，60岁以前3餐基本靠外面饭店，炸制食品几乎顿顿都有，炸鸡块、炸猪排这类东西他经常吃，有时一天甚至吃到2、3次油炸食物，自己也没特别想过。后来他改变主意，开始自己做清蒸鱼和清水青菜，用点蚝油调味就够了。6个月过去，血脂数值和体重都有明显改善，原本很紧的衣服也变宽松了，走路也轻松多了。方法上的关键是不用完全戒掉油炸，而是把频率降下去，原本天天吃改成1周1、2次，身体会慢慢习惯这样的改变。外出用餐时也可以自己选择蒸或水煮这样的做法。第三种可行的办法是配合规律有氧运动，帮血管维持活力。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，也能帮身体更高效代谢多出来的脂肪。光靠饮食调理效果有限，搭配适度活动才能实现更完整的效果，对血管活性和心肺功能都有实际帮助。住在某处的何先生67岁，退休以后生活比较矮板，平常就是坐在家里看视频，很少主动安排运动。后来开始每天早上快走30分钟，配合前面说的饮食调整，半年过去，不仅血脂数值改善了，走路爬楼梯也不像以前那么吃力，整个人的体能明显增强，晚上睡眠质量也变好了，白天也精力充沛。方法上的关键是强度不用太大，快走或骑车都行，重要的是每周坚持3到5次，每次20分钟以上，这样效果才明显。如果本身有其他病史，建议先跟医生谈好适合的运动强度。第四种可行的办法是注意每天的喝水量，帮血液保持好的浓度。缺少水分的话，血液会变稠，循环的压力也会增加。充足的水能帮血液保持流动性，减轻心脏和血管的工作负荷。住在某地的郭先生59岁，平常不太主动喝水，常常一整天喝不到几杯。后来他养成了定点喝水的习惯，起床、3餐和睡前各喝1杯。几个月过去，整个人的循环状况也改善了，皮肤也不那么干了。方法上的关键是分次小量，不用一次喝太多，平常可以随身带1瓶水，定时提醒自己喝，慢慢养成习惯。这4个办法不需要一次全部开始，可以先从其中一个尝试，再慢慢加入其他调整。身体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，重点在于坚持，不是短时间内剧烈改变，
慢慢建立起来的习惯，往往比短期突击更能长久维持，效果也更不容易中途放弃。这才是真的能保护血管的长期方法。这个内容我归纳了3个重点。第一，血脂的问题从不在于你吃不吃油，而在于吃的是哪类油。饱和脂肪尽量别多吃，不饱和脂肪反而可以适量补。这和很多人原本想的完全相反，也是很多人费尽力气却没成效的真正原因。第二，生活中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帮血脂慢慢恢复，用好油替换红肉，改变烹饪方法，加入规律运动，还有注意每日的水量。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，单独看好像微不足道，但只要坚持累积，效果其实挺明显的。前面说到的几位例子，都是靠这些小小的改变逐步好转的，没人是通过激进的方式一下子把数值降下来的。第三，年纪大了血管不好，也不代表一定无法改善，只要愿意从食物和生活方式开始做调整，还是可以慢慢朝好方向发展的，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样，只能随其自然，放弃努力。血管的健康其实就握在你每天的选择里，不是完全看年龄或靠运气。看完这个内容，如果你也想试试其中一种办法，欢迎在评论区标注关键词，告诉我你打算从哪个开始尝试，比如说深海鱼、特殊水果、烹饪方式、运动或喝水，写下你想试的那一个。如果你身边有需要这些资讯的亲人朋友，不管是父母还是长辈，欢迎用社交工具分享这个内容给他们，一句你看看这个就足够了，不用解释太多道理，让内容自己发生就可以。有时候年轻人的一句提醒，比长辈自己看多少资料都有用。有任何疑问或想要更详细的讯息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抽时间逐一回复大家的问题。你们的留言也常常给我下一个内容的灵感。看得出很多人其实都面临类似的困扰，只是平常没有途径去提问。还没有点击订阅的朋友，现在可以按一下订阅按钮，以后有新的内容更新就会直接通知你，不用担心错过任何内容。也欢迎把消息提醒打开，